儿媳，大过年的，给大家露一手。我和丈夫约制婚姻过了12年，婆婆却带着15口亲戚来过年。我笑着说出了一句话，直接让她如坠冰窖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当我固执地认定了彭森周时，我知道自己无药可救了。曾经和我一起长大的闺蜜第一次狠狠地扇了我一个巴掌，用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问：小英，你真的要和他结婚吗？难不成你忘记曾经看到的那一切了吗？我低着头摸了摸已经肿起来的右脸，心里却没有丝毫的后悔。我不一样的，我相信他对我是真心的，只要我们2个人结了婚，他一定会收了心，好好的对我的。我反复地说着这几句话，像是在说服闺蜜，更像是在说服自己。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彭森周是一个浪子。自从进入了大学以后，他身边的女人从来都没有缺过。我在大1的时候就认识他了，那时候他在学校很有名，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真才实学，而是因为他很会讨好女人，并且每一个和他接触过的女人都像是入了魔一样的喜欢上了他。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说话非常刻薄的室友，曾经点评过彭森周，说他巧言令色、口蜜腹剑，是一个活脱脱的小人。我只觉得室友的点评实在过于苛刻，再加上我对彭森周又不怎么熟悉，因此还单方面的打抱不平，认为室友不该这样评价一个陌生人。直到在一次社团联谊中，我和闺蜜同时认识了彭森周。他的长相俊朗，脸部的线条极为优越，笑起来的时候开朗大方，很能够赢得别人的好感。但同时我也注意到他的衣着朴素，手上戴着的那块表是 A 货，鞋子也是淘宝上仿的假货。很明显，他的家庭条件并不好，这也难怪，毕竟上次他勾搭上了一个富家小姐，听说他以前交往了很多的女友，每一个都没有维持过2个星期后，直接和他分了手，甚至把送给他的那些礼物都要了回去。而那些赔不起的礼物，彭森周就只能够赔钱，所以现在穷得叮当响。闺蜜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，又撇了撇嘴。我最看不起这些多长了2两肉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的男人。我并没有附和他，只因为彭森周长得实在是符合我的审美。之后，我和闺蜜撞见了好几次彭森周和不同女人来往的画面，闺蜜因此更加厌恶他。我的心中却有一种莫名的情绪。直到大学毕业后，兜兜转转过去几年，彭森周成为了我的直系领导，并向我抛来了橄榄枝。于是我莫名其妙地和他走得近了，又在他若有若无的暧昧暗示下，忍不住动了心。后来我认定了面前这个男人，一心想要嫁给他。闺蜜因此请假来找了我好几次，每次都试图把我给骂醒，但我知道自己无可救药，就像是中了毒一样。行，我现在终于明白，每个人都会变得面目全非，你已经不是以前的小英了。闺蜜最后看了我一眼，决绝地离开了，而我甚至没有追上去，只是看到彭森周发来的信息以后，就彻底地转移了注意力，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个男人身上。2个月后，他牵着我的手步入了婚姻。我仰慕地看着他，觉得他就是我头顶上的大伞，能够为我遮风挡雨。可我没有想到，新婚的第2天，婆婆就狠狠地给了我一个下马威。彭森周的家庭情况并不好，这一点我之前也已经说过了，只是我的家庭情况更差，谁也不能够嫌弃谁，所以我们2个人结婚以后，依旧只能在这个大城市里租房子，而婆婆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过来和我们一起住。
挤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，稍微动一动就会磕磕碰碰。彭森周现在是我的领导，工资也是我的好几倍，可是他暂时没有买房的计划，或许是因为在观察行情。可婆婆来了以后，直接对我颐指气使，还说什么我一点用都没有，就知道赖着他的儿子。妈，小英挺好的，咱们现在的日子辛苦了一些，以后总会好的。彭森周有时候会替我说话，却会引起婆婆更大的怨气。以前我实在是不想和婆婆相争，每次都选择忍了下来。这次不过是新婚的第2天，婆婆就直接把我养了1年的猫给丢了。看着她挑衅的样子，我知道她这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。儿媳呀，猫的身上那么脏，又带着细菌，要是让我儿子生病了怎么办？而且你养的那个猫还金贵得很，每天需要吃猫粮，不知道浪费了多少钱。我就做主替你把它给扔了。我气得浑身都在发抖，连忙大声地问她把我的猫扔到哪里去了。婆婆毫不在意地说扔到了马路上。我哭着出去找猫，找了整整1天都没有找到。回来的时候，丈夫不仅不安慰我，反而觉得婆婆做的有道理。这个时候，我才深刻地明白，他们2个人才是一家人。可我都已经结婚了，想着就这样吧，日子还得过下去。以前我在家里的时候就不受重视，父母也只喜欢比我小3岁的弟弟，所以我也习惯了这样被忽视和打压的生活。可直到我怀孕后，丈夫和婆婆突然就改了态度，对我很是小心翼翼。婆婆更是摸着我的肚子说，这可是咱们家里的长孙，一定要健健康康的。我心里想着，孩子的性别还不知道，很有可能生出来的就是一个女儿。可婆婆像是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可能性，满心期待着孙子的降生。第2年的夏天，我在医院挣扎了整整10多个小时，才终于生下了一个女儿。模模糊糊之间，听见了婆婆在外面大吵大闹的声音，说什么自己绝对不会要这个孙女。我的心中并不觉得意外，在坐月子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我婆婆和丈夫过来照顾自己，只见到了护士同情的眼神。然而我没有想到他们还能做更过分的事情。就当我月子做了5天，为了节省住院费回家的时候，这突然得知丈夫要买房，可我不能够出门，身体还虚弱得很，再加上又要照顾女儿，所以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都没有心思关注外界。直到我出了月子，才发现丈夫已经把房子买好了，全程都没有过问我的意见。而后我们搬进了新家，婆婆却突然对我说，房子是我儿子买的，你整天吃的用的都是他的，但你分明有自己的工资，总不能这样一直占我儿子的便宜吧？我没有说话，婆婆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，以后你就和我儿子A制吧，这样对你们2个人都好。对了，这房子是我儿子的，可以给你便宜一点房租。我又看向丈夫，他一句话不吭，显然也是赞同的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想到银行卡里的存款，又想到被这2个人忽视的女儿，以及这间不属于我的房子，终究是咬着牙点了点头。这时候的我没有反抗的能力，如果我选择离婚，根本无法养活女儿，而丈夫和婆婆绝对不会照顾我的女儿，所以我只能忍。之后我拼了命地去工作，渐渐地和丈夫疏远了起来，而他又恢复了花心的本性，在外面和很多个女人纠缠不清，但我都视若无睹。直到12年以后，这个家里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，曾经占据强势地位的丈夫和婆婆再也没有办法拿捏我，而我事业上的成功给了我莫大的勇气。这时已经到了除夕，
婆婆突然带着15口亲戚来过年，用手指着我说：“儿媳，大过年的，给大家露一手。”那些亲戚们都在看着我，而我笑着说出了一句话，直接让她如坠冰窖：“婆婆，难道你忘记我们的婚姻是 AA 制了吗？你怎么敢指使我做事情的？而且……”我满含着恶意笑了笑：“你的钱不是已经用完了吗？难不成你的好儿子没给你？”看到婆婆崩裂的表情，我的心情瞬间变得舒畅。而那些亲戚们并不了解我们婚姻的内情，此时正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，想要我做事，你们得先给钱。我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，也不在乎多添一把火，只因为如今的我早已经不是12年前的我了。经过这么年来的打拼，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，在外面谁都知道我是一个女强人，完全都是白手起家。虽然没有任何贵人的相助，但我硬生生地凭借自己的能力闯出了一条路。可与之相反，丈夫的事业却一步一步地走了下坡路。原先他是我的领导，等到我辞了职以后，他的工作变得事事不顺利。没有了我的协助，他仿佛失去了臂膀，频繁出现错误，以至于一次又一次地被公司的领导教训。后来，因为丈夫工作的失误，导致公司损失了一个大单子，并且直接赔了几百万。这件事情闹得很大，丈夫直接被公司告到了法庭。最后经过协商，丈夫选择赔钱，把这套买了的房子卖了，加上多年的积蓄，才终于赔上了那一笔钱，并且变得一无所有。我冷眼旁观丈夫的遭遇，看到婆婆在我面前卖惨，却丝毫没有心软。直到后来，为了让女儿上学，我才重新买了一套房。这时候，婆婆和丈夫几乎是依附于我生活，但我大方都没有让他们出房租，这就给了他们一种错觉，仿佛我离不开这段婚姻。现如今，我手底下有的是钱，婆家的亲戚们都试图来讨好我，只是我不乐意搭理他们。这回婆婆把那些亲戚带过来，我却当着那些亲戚的面让她颜面扫地。我知道这对于自尊心极强的婆婆来说，无异于是一次彻底的打击。但这还没有完，等到亲戚们把我和丈夫过劣质生活的事情说了出去后，婆婆和丈夫走到哪里都会被那些亲戚们戳脊梁骨。可我不一样了，我本来就不在乎亲人，唯独女儿的存在能够让我感觉到一丝温暖。但我永远都没有想到，年仅12岁的女儿会突然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妈，你一点都不高兴，那你为什么不离婚呢？”我摸了摸女儿的头，用一种敷衍的口吻说：“妈妈不能让你失去父亲，反正婚姻已经名存实亡，我也不在乎什么。”可女儿却用一种不符合年龄的口吻说道：“妈妈，那你认为现在的我就有父亲了吗？”我愣了一下，才发现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地长大了，神情中没有丝毫的天真，只有一种被迫成长的早熟。恍然之间，我感觉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。最后，我终于选择了离婚，将已经腐烂了的伤口彻底的剜掉，才终于得到了新生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10年的AA制，终于在我住院的那一刻彻底瓦解了。余额不足，我躺在病床上，看到手机上的这条微信时，心里一阵发凉。这10年，我们的生活像一场精确到分毫的交易，谁也不欠谁，谁也不管谁。可当我病倒的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意识到，我们之间的感情早已经被那些账单和转账记录消耗殆尽。我以为至少在这样的时刻，他会有一点温情，哪怕装装样子也好。可是他却冷冰冰地发来一句：“我先帮你垫上。”
回头还我5000。我苦笑着关掉了手机，结局早已注定，只是我一直没看清。我叫苏雅，今年35岁，和老公林浩结婚10年。我们结婚的第3年，林浩提出了 AA 制的生活方式。他说这样公平，谁也不欠谁。我当时还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毕竟2个人都有收入，分摊开销也算合理。一开始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。每次出去吃饭，我们会各自付自己的那一部分，家里的水电费、房贷，我们都按比例分摊。怀孕的时候，我的检查费、生产费全都是我自己出的。我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但想着夫妻之间各有各的责任，也就忍了。可渐渐的，我发现他的公平只是在金钱上算得明明白白，至于感情，似乎从来没有进入过他的计算公式。那年小叔子要买房，婆婆哭着来找我借钱。她说：苏雅，你妈给的嫁妆挺多的，能不能借点给你弟弟？我当时就拒绝了，那是我父母给我留的底，怎么能轻易动用？更何况小叔子买房，凭什么要用我的嫁妆？林浩知道后跟我大吵了一架。他说：你怎么这么自私？家里有困难，你连帮一帮都不愿意。我当时气得发抖，说：那是我爸妈给我的钱，你凭什么让我拿出来？从那以后，我们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冷。林浩开始对我处处计较，连每次出去吃饭都要算得清清楚楚。有时我想让他多出一点，他就冷笑一声，说：我们不是 gay 吗？你可别想占我便宜。可我渐渐发现，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 gay。他每个月都给婆婆打6000块钱，而对我却连一顿饭都不肯多付。生病住院，他的一条微信让我彻底死心。后来我病倒了，住进了医院，医生说我的病情需要手术。我躺在病床上，心里有些恐慌。林浩来了，冷着脸递给我一张卡：你卡里有钱吗？手术费得先交。我当时虚弱的说不出话，点了点头，把自己的卡递给他。等了半个小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余额不足，我先帮你垫上，回头还我5000。我看着那条微信，心里一片冰凉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这段婚姻早已不再是2个人的相依为命，而是一场冷冰冰的交易。我们的婚姻早已变成了一张结算表。回想起这些年，我们的生活早已没有了温情。林浩每个月按时打钱给婆婆和弟弟，却从未主动关心过我和孩子。他总是说 AA 制是公平的，是现代夫妻应有的相处之道。可是我越来越觉得，我们的生活像是一张张精确到分毫的账单，谁也不欠谁，谁也不为谁付出多一点。他给了他妈6000，却连我生病住院的5000都要精打细算。这就是他的公平，这就是他的 AA。手术结束后，我躺在病床上，心里一片荒凉。林浩来过几次，每次都是匆匆忙忙，拿着账单让我签字，提醒我该还他钱了。他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我的病情，眼里只有那些数字和钱。我终于忍不住问他：林浩，你是不是从来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冷笑道：一家人？苏雅，你别忘了，我们一直都是 AA 的，钱是钱，感情是感情，不能混为一谈。我看着他，突然觉得很可笑。原来在他的世界里，感情和金钱是可以完全分开的。可是我已经无法再欺骗自己了。出院后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：离婚。我不再想过这种冷冰冰的生活，不再想和一个只会算账的男人继续纠缠下去。当我提出离婚时，林浩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反应，他只是问了一句：那财产怎么分？我笑了笑，
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们可以继续 AA， 谁也不会占谁的便宜。”林浩点点头，似乎松了口气。签字那天，我看着我们曾经的家，心里没有任何留恋。这10年的 AA 生活，早就把我们之间的感情磨光了。离婚后，我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每个月该支出的依然支出，只是少了一个对我斤斤计较的人。可有时我会忍不住想，如果当年没有选择 AA 制，如果林浩能多一点关心，多一点付出，或许我们的结局会不一样。但我知道，这不是 AA 制的问题，而是林浩的问题。在一段感情里，金钱从来不是衡量感情的唯一标准。真正的爱，不是精打细算，不是斤斤计较，而是当你需要的时候，另一个人愿意毫无保留地站在你身边，为你遮风挡雨。而林浩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。这段婚姻的结束并不让我感到遗憾，我觉得自己终于解脱了。那些精确到分毫的账单，永远也算不清感情的重量。我搬出了我们曾经的家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有时我会听到身边的朋友抱怨老公太小气，或者太精明。我笑笑，不再参与讨论，因为我知道，真正的爱从不会让人觉得自己是在一场交易里。那些说着 AA 制是公平的人，或许永远不会明白，当感情变成一笔笔交易时，婚姻也就失去了它最重要的东西——温情。而我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婚姻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